大爷每天买1瓶白醋，却从来不吃，出门都要随身携带。跟他来到家里，就看到他把白醋和食用油都放在了厕所里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他就把洗洁精挤在毛巾上，开始全身涂抹。看得出来，大爷是个狠人，这是把洗洁精当沐浴露用了。随后拿水一冲，就算是洗完了。接着倒了点白醋，均匀涂在脸上，拍打拍打，促进吸收。瞬间，整个厕所都弥漫着一股难以言说的味道。最后，他又开始往身上涂抹食用油。原来这就是大爷的护肤3部曲，13年来都是这样护肤的。接着，他还偷偷告诉记者一个秘诀，那就是白天要用玉米油，晚上用花生油，这样保湿效果最好。你还别说，确实溜光水滑的，感觉现在就缺个烧烤炉了。看到摄像小哥有点心动，大爷极力推荐小哥试试。按照大爷的流程搞了一遍，看得出来他不是很开心。白醋对他来说不仅可以用来洗澡，还可以刷牙，说护龈效果棒棒的，口气都变得清新了呢。道理我都懂，但刷牙就应该用牙膏啊。大爷摆出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说牙膏有别的用途。啥用途呢？只见他往手上挤入半管薄荷味牙膏，接着就往头上抹。你别说，泡沫还挺丰富。大爷说这样洗完能持续清爽好几天，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白醋，没事就拿出来抹一抹。看电视也不能闲着，连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爷的奇葩操作，直接把妻子熏走了。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湿效果，他还会把食用油和醋倒在纸巾上，搞了个自制面膜。有一说一，大爷的皮肤看着确实挺细腻的，但这样护肤真的好吗？大家带他来医院，并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。由于大爷年龄大了，如果继续这样操作，皮肤可能会恶化。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大叔天天擦玻璃，却怎么都擦不干净，也不是爱干净，是因为最近换了窗户后，玻璃上就凭空出现了一个奇怪纹路，纹路非常清晰，看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指纹，怎么擦都擦不掉。即使换了窗户，这指纹仍会重新出现，因为大叔的房子在深山里，难不成真的有什么不明生物偷偷留下的吗？装个监控看看吧。1夜过去了，怪物没出现，却出现了更怪的事，指纹凭空消失了。大叔却并不惊讶，说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，只要是晴天，指纹就会消失，反之阴天指纹就会很明显。大叔说再等等吧。来到傍晚，这指纹果然准时出现，有人怀疑是傍晚室内外温差变大，从而在玻璃上出现的冷凝现象，但这东西根本擦不掉，而且只出现在这一块窗户上，所以不可能是冷凝现象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大家去找卖家咨询，卖家说了一些有的没的，一副不耐烦的表情，最后说可能是厂家用吸盘搬运玻璃中留下的痕迹。大家又来到玻璃厂家，果然就看到了这种搬运玻璃的专用吸盘，吸盘也确实会在玻璃上留下痕迹，但这种痕迹是能擦掉的，跟大叔家的根本不一样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瑕疵品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厂长解释说，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，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脂，大家隐隐感觉这层油脂可能就是谜团的关键。带着油脂找到专家，专家分析半天，又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。总之结论就是，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脂印上去的。刚开始纹路还是能擦掉的，但一些瑕疵品玻璃在露天环境中存放时间一长，这纹路就会深深印在玻璃上，是很难擦掉的。工厂为了利益最大化，会把这种超大的瑕疵品玻璃做成小一点的窗户玻璃。恰巧大叔买的窗户玻璃就是用这种瑕疵品做的，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怪现象。至于这纹路在晴天时消失，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。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这下不用再换玻璃了。大妈在门上装了4把锁，还把电饭锅放在衣橱里，这么安全的家她却不住，整天推着婴儿车睡在公共厕所。婴儿车被严严实实包了起来，里面还时不时发出怪声。关键这大妈也没孩子，问她里面是什么，大妈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快速离开了。等再次遇到她，大妈正在吃猫罐头，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，突然里面就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小手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里面还有一只猫。夜幕降临，大妈就来到公共厕所准备睡觉。为啥有家不回，天天露宿街头呢？沟通了好长时间，大妈终于讲话了，说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，家里那个怪东西一直跟着她，还一直偷自己的东西，家里到底有什么让她如此恐惧呢？大家提议跟她一起回家看看，毕竟人多势众。大妈同意了。来到门口，大家就隐隐感觉家里确实不简单。大门被她装了4把锁，挨个打开一看，里面还有一扇防盗门，上面还有2把锁。刚进来，大妈就赶紧用柜子挡住了门。屋里窗帘紧闭，没有一丝光亮。她甚至把电饭煲放在了衣橱里，说是怕有人偷，但真的有小偷吗？在大妈的同意下，大家安装了摄像机，看能不能抓到她说的那个怪东西。1夜过去了，没发现小偷，却发现了大妈的反常行为，整夜不睡觉，在屋里来回走动，还时不时跪在地上做着奇怪的动作。白天大家问她为啥不睡觉，她指了指天花板，说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，整夜嘲笑她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8成又是心理问题。在当地相关机构的帮助下，大家说服她接受治疗。一番交流下来，医生说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，会时不时出现幻听，应该是由于父母过世对她打击过大导致的，只要治疗得当，还是能好起来的。最后大妈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说会好好配合治疗，几个月后再见到她，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，成为了一个正常人。他给自家小香猪戴上计步器，又装了个节食背带，准备给猪减肥。这只小香猪几个月就长到了180斤，2个男人都抱不起来，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，还长出了3下巴。本来是个迷你猪，结果现在一对比，主人变得很迷你。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，就闪到了腰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带他来到废品站，用这里的地磅来称重，整整180斤。这还是迷你小香猪吗？不是说好的长不大吗？想到当时卖家承诺的假一赔10，主人联系卖家售后，卖家表示可以赔10倍，首先把货退回来，我们重新给你发10只小猪仔。主人一想，不对啊，我这不就成养猪的了吗？毕竟养
养了这么长时间，都有感情了，主人决定给它减肥，带上计步器，一块行走的五花肉上线了。刚走了2步，它就躺下了。本以为它至少能走30分钟，结果它要休息30分钟，看来运动不适合，只能让它少吃点了，用食物引诱它运动。结果主人却累瘦了。最后主人想到了一个绝招，给它制作了一个结实背带，前面吊上一根它最爱的胡萝卜。你别说，效果不错，它走路积极多了。几天后再次上称，减肥效果十分显著，整整减掉了半斤，而且很可能是上称前那坨便便的重量。用仪器一测，它的体脂率超过了85%。医生擦了擦口水，说这种猪吃起来很香，而不是这猪是很难减肥成功的。但主人并没有放弃，表示会一直陪它减肥，希望它能变回迷你猪。大妈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都封了起来，又在客厅放了4台空气净化器，24小时开着，说是为了保命。因为他家天花板一直飘来一股恶臭，闻着像腐尸的味道，把天花板上的孔洞封死后，臭味反而越来越大，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。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，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。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，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不得已装上了4台净化器，但并没什么效果。天一亮他就出门，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专家用设备分别检测了天花板和厨房，数值都很正常。随后来到卧室，瞬间数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。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，大妈说这是保湿霜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拧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差点把专家送走。用仪器测了一下，数值超过了34。要知道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。仔细一看，原来这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。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飘出来的，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，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，让他误以为是天花板上传来的。大妈只是在家种了一个盆栽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。只因这盆栽实在不一般，一夜就能长高20厘米，10多天就长到了3米。大家架起摄像机对着植物领出来，一夜过去了，植物肉眼可见的疯狂生长。据大妈介绍，这盆栽大有来头。前段时间她做了个手术，出院后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把这植物送给了她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，大妈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。大妈觉得这一切都是盆栽带来的，认为她肯定是被高僧加持过。从那时起，大妈每天精心照料，浇水都用山泉水。刚开始她只是冒了一个小尖尖，没想到10多天竟然疯长到了3米。她现在就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啥。专家看到这景象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于它生长，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。说这是一种墨西哥植物，名叫龙舌兰，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终可能会在顶端开花。据说每30年才会开一次，而且环境要非常适合。但韩国的冬天太冷了，可能无法等到开花的那一刻。最后专家还说了一个残酷真相，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，那就是一旦开花，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头了。大妈显得很伤感，专家说可以采集到种子进行播种繁殖。大妈又恢复了笑容。1个月后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龙舌兰真就开花了，艳丽的黄色花朵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还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来了，最终高度也达到了3.6米，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，都想来沾沾好运。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，众人纷纷点赞许愿。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金鱼的便便，名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。拿在手上，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，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。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，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，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？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表示，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金鱼，哪来的金鱼大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金鱼体内的一种结石，非常稀有，可能100只金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简单的测验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接着对其取样化验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后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，你才是我的臭宝呀。家里没人留长发，卧室却常常出现超过1米的头发，最长的能达到2米多，比他本人都高。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触感，都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做客的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是1周前叠衣服时发现的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可慢慢的头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，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摄像小哥才不信，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研究半天，说从厚度和质地来看，确实跟头发非常相似。接着又放在显微镜下这么一看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这并不是头发，而是一种线头，应该就是衣服上的一些缝线。接着妻子检查了所有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吻合，又是虚惊一场。他每次吃饭都往没人吃的空碗里不停夹菜，还一直说着多吃点。记者看得一脸迷惑。男人说这是奶奶的位置，他正在屋里睡觉，来到卧室一看，奶奶竟然是一具干尸，但家人却坚持认为奶奶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说13年前奶奶就咽气了，身体却没有腐烂，甚至散发出淡淡清香。虽然看起来好像一具干尸，但血管清晰可见，一颗痣上面的毛发还在长长，指甲也还在生长。他们甚至要定期给奶奶剪指甲，所以家人都觉得奶奶没有死，只是一觉睡了13年而已。在奶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据孙子介绍，奶奶是13年前突发急性肺炎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不仅疯狂吐出黑色液体，还
出现的异常排便的现象，有多异常呢？孙子形象的描述说，排泄物呈现喷涌状，呼呼的往外喷，喷出了16斤棕褐色的排泄物，接着就断气了。可奇怪的是，体温在24小时内没有下降，身体也不僵硬，除了没有气息外，没有任何死亡的症状。而且孙子清晰的记得奶奶临死前对他说的话：“我要睡觉了，别打扰我。”于是家人直接把奶奶接回了家，慢慢就变成了类似干尸的样态。专家说，只有在极干燥或者极寒的情况下，才有可能形成干尸。然而当地天气高温潮湿，在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，就很不科学。专家猜测可能是做了防腐处理，却被家人一口否定了，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吃斋，一吃就坚持了50年。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而且当地村民都说奶奶为人善良，做了一辈子好事，这可能就是一种福报吧。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都想要一睹真容，还认为她家的井水是回魂汤，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好像闭上眼就能看见天堂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专家最后也没有给出解释。大妈来买香蕉，商贩却觉得她有病。只见她拿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，直接带皮一起吃，这把商贩看得目瞪口呆，问她为啥要吃香蕉皮。他也不解释，觉得香蕉皮不过瘾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样子味道也不错，2口就能吃下一个。卖了这么多年水果，商贩哪见过这个，直接送给他了一些。回家后他就把带皮的水果挨个洗干净。猕猴桃带皮吃，这个我还能接受；橘子他也带皮吃，哈密瓜也是。但更夸张的是，连鸡蛋都带壳吃，这我就接受不了了。闺蜜都很担心她，叫她来吃顿好的改善一下。没想到放着一桌子美食不吃，大妈却吃起了闺蜜吃剩的蟹壳，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螃蟹还是生的好吃，吃的不过瘾。接着又把闺蜜吃剩的鱼骨头用苏子叶包起来，几口就吃了下去。不得不说大妈嘴是真硬。到目前为止，带皮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。那她到底为啥要吃皮呢？大妈舔了舔嘴唇说：“真的很好吃哎，又有营养，这样吃了10多年了，身体也确实很健康，也没有什么消化道问题。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，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。一定要吃的话，最好中午吃。”